师尊是修仙界第一大美人，无人敢靠近。直到有一天，师尊渡劫失败了。大师姐，师尊被魔君掳走了。我早就告诉过他，不要起太早，也不要睡太晚，因为早晚要出事儿。大师姐，你怎么不着急？急，人有3急，我先去1级。是的，我穿进了一本500万字的小说，全靠命硬的师尊和反派撑剧情。作为唯一女主角，我平时就像个透明人，但每次师尊遇险，我必定出现在现场。睡觉。800年，整整800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谢谢，我不想知道。总有一日，本仙尊会将你碎尸万段。看来师尊还没找，想必还有救。这绝对是师尊的脚。以前他腿毛很浓，直到被我拔去接了睫毛。今日我便让你知晓，坠落凡尘，受制于人是何等滋味。他好淡定啊，我一下就拿不准他的意思了。啥意思？我来的不是时候，太早了，太晚了，我打扰您了。我让你打死他！你在和谁说话？好可怕的表情啊！你是何人？初次见面，我乃望仙师尊的大弟子。原来是你的徒弟。如果你肯求本君，本君就放了他。如何？天下第一剑仙是本尊，你猜，第2剑仙是谁？世人只知第一，不知第2。是谁？信誓旦旦的爱情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。师尊，你错了，现在天下第一剑仙是我！想我万年老二终于站起来了！偷袭！记住了吗？天下第一剑仙的名字叫做燕之。今后我将继承每一任第一剑仙的传统，对魔界历任魔君进行全面报答。师尊，你最近是不是没吃饱？你瘦的就剩下骨头了。快仙姐，这怎么办？黄沙坡不能动用任何法力，否则会被反噬沉入黄沙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睡进来的。师尊，其实我有个办法，就是不知道师尊能不能拉下脸面。反正我是能拉下的。你做主吧，为师同意就是了。真是成何体统！那我先。脸埋进沙里，果真是拉下脸了。师尊，你怎么样？行，他是你师尊，剑法天下第一的师尊。师尊，徒儿背您回去。燕之，你去哪儿？人有3级，师尊，我要1级。回宗门再级，本尊做你的剑。师尊，徒儿知你心善，不忍责怪大师姐，还是让徒儿来照顾你吧。这话真艺术啊！本尊第一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。之前不见你来救本尊，现在倒是想来抢功劳了。回宗门后，师尊把自己关在房间10日。他为人古板，一心修炼，现在法力全失，仇家全找上门来了，想必心中是有些想不开的。掌门怕出事儿，只好找到我。燕之，你说为师还有用吗？我再也拿不了剑了。斩魔剑是仙剑，师尊没有法力，便无法使用，我也拿不了。师尊何不弃武从文，转行做理论老师？宗门没人比你懂。他是个很高傲的人，无法接受自己变成没用的废人。真的吗？任务达成，我立刻开启尿套模式。师尊，人有3级。你怎么一天到晚总在急？过来，为师给你把下脉。身体也没什么问题啊。你是老年人嘛，这是属于我们年轻人之间的默契。睡觉、洗澡、尿急，百善百灵。顺便帮我带杯绿豆汤。燕之，上课不许吃喝。师尊，你为什么总惦记大师姐？又被刷新到现场，连睡姿都没换。师尊，你现在真是虚的不行，休要扰乱我道心。你入魔太深了，若传到大师姐耳中，恐生误会。师尊，我还记得你教我练剑的样子，还做对我好的那个老师，你说好不好？不好，老师是大家的。小师弟，你太自私了。
真是一个完美的结。燕之，你简直就是当代大师。你怎么会醒？我明明给你……啊，你给我吃啥了？不知道啊，我没感觉啊。我突然想起即将出场的仙尊仇家，师尊，你要不先试试手感？我新买了一只毛驴，放心，结实耐用，打人还痛。师尊，徒儿知错，你打徒儿吧。好一出师徒情深啊！师傅还是太善良了，开溜！你这个孽徒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师尊，你可知我等这一顿等了许多年？我有病吧？这是。后来师尊气得下手更狠，足足打了1个时辰。最后躺在地上的小师弟终于忍不住求饶了，开口大喊：“师尊别打了，师尊别打了，徒儿错了。”小师弟毙了。小师弟被打个半死，彻底臣服。L 等逐出师门，便自己拖着伤逃了。看来有些病真能治好，只是师尊又不好了，3观震碎。这次把自己关了1个月，掌门让劝，但他却锁了窗。燕之，我的道心不稳，无法重新来过，我不能再练剑了。师尊修的道，首先要斩断7情6欲，可他心中已经生出了害怕。废话，天天都有人想害自己，谁能不害怕？师尊，我有一计。他在忐忑，他在不安，他在害怕，可他也在期待。师尊，不如弃剑从体，转行做体修，正好我有月光就是做这个职业的。体修？是的，这个职业基本无所畏惧。体修顾名思义，既然你听不懂道理，那就尝尝我的拳脚吧。当然我也有私心，第一美人投票在即，修仙界爱薄姬对体修大块头无感，万年老2的我就能趁机上位。2是顺便见见我的刘月光。何谓刘月光？燕之，从早上就在等你，可算来了。见过多少次，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有这种竹马，我好幸福。这就是我的月光金藤阳。燕之信里交代了，仙君只管住下，炼体之事全包在我身上。多谢藤阳长老。使不得，燕之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他的师尊就是我的亲师尊，就是亲如兄妹。对了，师尊晚上不住这儿，有事我来接。好。御剑飞到一半，剑又断了。好在坠击不止一次，早就熟练了。道长，你在做什么？和合宗弟子，黑心肝，不符合我审美，走开，细狗。我不是狗妖。道长，为何打磨这么普通的剑啊？因为穷。道长真好看。谢谢，我3岁就知道了。道长，你要走了吗？道长狡猾！我操！我心情顿时微妙起来。以前当天下第2时，连个鬼都没有，当第1真好。你是妖？道长是半妖。道长，我好像发烧了。对，你是发烧了。道长，我好难受。道长，我好难受，这该怎么办啊？忍。道长真是君子。修道之人应该的。我会引来妖物的，我想请道长替我护法。我叫游记，是和合宗弟子，答谢之礼之后送至道长手中。好，多谢。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这种小妖跟切水果似的。快到酉时了，该去接师尊放学了。时间一晃2个月，师尊的炼体课程结束，比之前强壮了许多，但离我预想的大肌肉猛男还是有很大的距离。可恶！明日就是3年1次的仙剑大会，各个门派都会派精英弟子前来。看来这次的天下第1美人还是师尊。大师姐，依你看，我今年有望进前10吗？3师妹是靠钱砸进来的，她入门后，宗门多了一座高楼，不会垫底。难，你本来是菜鸡，现在是花里胡哨的菜鸡，没区别。二师弟，你别小瞧我，我这次是花了大价钱的。咦，哪次你没有花大价钱？此次1等奖品是斩魔剑。与其在魏师独儿这些人手中生辉，不如交给合适的人，继续行使剑的使命。次比试都垫底，我真的好伤自尊啊！师尊，还有我，我也想要。此次比试的魁形便能拥有它。明清，你应该金丹后期了吧？师尊，弟子入门才3年。为师知道，你虽比不得你师姐，但算算时间，早该结丹了。是的，
我可怜的师弟才筑基9层，他虽然是天才，奈何他师姐是个天才中的天才。30岁才入门，再看看你们，1年才筑基。师尊说1，我能说出2、3、4，这就导致师尊产生错觉，以为徒弟们都不需要他操心，使得我的师弟师妹们痛苦不堪。小师弟是人魔混血，师尊觉得他太笨无从下手，干脆扔给我管。师尊忘了我比他还难遇，我根本不会教人。哎，法术这个东西，我看别人使用1次就学会了，你照着做不就行了？你也来试试吧。小师弟觉得我歧视他人魔混血，故意不教，他对我的不满也来源于此。言之，今年你收了一些，替为师看着你的师妹，免得又被人欺负了去。好的，师尊不去看吗？今年为师想躲下了。更何况师尊那样骄傲的一个人，如何能接受自己以这种模样出现在外人面前？我不服，他作弊！你放屁！本姑娘乃望仙师尊门下3弟子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哼，谁知道呢？这是你们万剑宗的地盘，自然想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这老匹夫，竟然侮辱本姑娘的人品！不用就不用，看本姑娘不打得落花流水！要是你输了，那把剑就是我的了。废话真多，快打！这位道友且慢，这是哪门子的规定？历来仙剑大会点到为止，哪有夺人法宝的？你是何人？这是我师姐。不过我们万剑宗倒是有条规定，外派弟子向本派弟子发起挑战，若是获胜便可拜入万剑宗。万剑宗确实有这条规定，还和我有关。我20岁时早已经是人间的第一剑客，狂得没边儿，在一群小萝卜娃中实在太显眼了。见到师尊的第一眼，我忽然莫名的兴奋起来。我要向你发出挑战！你是凡人，本尊胜之不武。只比剑术，不用法力。我输了。告辞。姑娘剑术精湛，超车岁月，实在可惜。我以为我是爽文大女主，结果是误入花市的路人甲。今日人证皆在，我向你发起挑战，你可应？不，师姐别答应，你前些日子还是让师弟来吧。既然这位道友要替人出头，关键时岂有退缩的道理？道友可是不敢。如此看来，万剑宗不过如此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不答应不是女人。我答应。看你是个女人，我让你3招，来吧。要不你还是拔剑吧。莫欺少年穷。少年大叔，这是莫欺中年穷了吧？再过几年是不是要莫欺老年穷？见此，我也撤了。这位厉害的师姐是谁？这是我师姐。三师妹在40进20的时候落败，比上次好了一点。按理说这么明显的进步，她应该高兴才是。可她一声不吭地跟在我身后。怎么了？大师姐，你今天起来晚了都不知道，我这次对手是和合宗的弟子，我的手中都没过早就败了。哪个宗门都不缺天才，修仙界的天才到处都是，太常见了。但像师妹这样的，却是独一无二的。哇，师姐，你和师尊有什么区别？我叹了口气，孩子大了，心思果然就难懂了呢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懂得师尊对弟子们的无奈了。后面的比赛我就没有去看了。师尊每日在房间练体，我每日在后山练剑。就这样到了仙剑大会的结束。意外的是，这次的魁首并不是万剑宗弟子，二师弟是哭着回来的。就差一点，我就能拿到斩魔剑了。连2师星都打不过，我也不算太丢脸。游记，有些耳熟的名字。和合宗掌门怎么来了？游记这孩子很有天赋，在我这里实在屈才。有吴掌门这样处处为弟子着想的人，又怎会屈才？
谁能想到这是那条鱼？换上一身衣服，竟不像之前那般放浪了。道长，这么快就忘了人家了？我这个声音记起来了。谢礼。不用，再好的剑拔不出来有什么用？道长，人家向来只练情意绵绵剑，斩魔不适合。道长，你这么严肃做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这个男人的笑声实在太蛊了，太可怕了，不愧是正道妖男。还是说，道长想要和人家一起练剑？男人只会影响我练剑的速度。哦哟，师姐，你修的可是逍遥道，收服个男人简直易如反掌啊！这个男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妖气，妖里妖气，哪里有男人的样子？给你1万灵石，离开我师姐，这是南宫家的信物，自己去取。这都拿不下你，我看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知道我师姐是谁吗？就来纠缠，我师姐可是现任天下第一剑仙。你是燕之？终于有人提我的名字了。是。啊！这就走了？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。是啊，这就走了。可恶，我还没装呢。第2日，游记就成了我师弟。游记待在和合宗，确实有些埋没了他的天赋。小道消息，和合宗掌门和掌门旧情复燃。至于为何会拜入师尊门下，师尊为何会同意，掌门就没说了。小师弟，小师弟。红烛夜，摇碎半山幽窗，热了谁这一言一改迷。大师姐在想什么？小师弟。少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我不是正和大师姐共度光阴。我想多了，这是个直的，还是个烧的？人有3急。师姐，我有个招式不游记这人正经和不正经的时候完全两样，正经的时候像个古板的剑修，不正经的时候像个轻浮的浪子。师姐，我不算笨吧？游记认真听话，要比上个小师弟好教多了，很聪明。天幕暗沉，食堂也关门了。二师弟黑暗料理大王3师妹没碰过锅，我还是去师尊那开小灶吧。这个时辰堂食已经关门了，你若是饿了，可以找你二师弟要些米面煮着吃。对了，你会煮饭吗？师姐要去哪里？我去师尊那里开小灶。这个时辰叨扰师尊实在不好，不如我煮给师姐吃。这小子明显对我心怀不轨，但是师尊做的东西色香味俱缺，只能说能吃。罢了，先尝尝怎么样。想我这辈子从未为练剑的辛苦流泪，却忍不住为这碗饭落泪。对，万剑宗的食堂难吃，师尊做的饭没味儿。多少年了，我终于有第3个选择了。
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小师弟。师姐喜欢吃糖心的，还是煎老一点的？糖心的。好。师尊是看着像温柔贤妇的假人妇，游记是看着像风情当夫的真人妇。一顿饭后，我和游记的关系一日千里，自此我们三人都被他收服。师尊看着我们几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欣慰的露出了笑容。之前那个小师弟在的时候，每天鸡飞狗跳，他不允许任何弟子亲近师尊，但没有哪个弟子不辱没师尊。大师姐、二师兄、小师弟，你们快来！做什么？这是我花了10万灵石从珍宝阁买来的素食镜，据说能看到前世。我前世是条鱼。二师兄是牛。世间万物，只有妖魔不入轮回，只有一世，没有前世来生。半妖亦是如此。哎，镜子好像坏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大师姐，你给我一种乍一看你是个人，其实身体里面住了一把剑的荒谬感。原来你还真是剑变的。好，我们4个人的前世都凑不出一个人。唉，师尊，徒儿得了个宝物，你要来看看吗？师尊是一棵草。不对啊，师姐是剑，师兄是牛，师弟什么都没有，我是鱼，师尊是草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珍宝阁向来不卖假货的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或许素食镜中都是真的。可能我们前世真的不是人，这一世能聚在一起也是缘分。可是小师弟，你没有前世啊。我是半妖，自然没有前世。你是半妖？你就这样告诉我们啦？别操心了，大家都知道。我这辈子最讨厌天才。关天才什么事儿？小师弟就没想着瞒我们。公子，你对半不是怕什么？怕有春夏落，还是唇边的苦茶一凉？我有些困了。小师弟，困了就去睡觉啊！拉着大师姐做什么？和上次的样子有点像。游记将半边身体的重量都靠了过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叫人每百年灵力便会反噬。醉也无妨，醒也无妨，不如共我在这荒凉里荡漾。我是半妖，只有分化了才能一直维持人形，看起来与人一样。把游记送回房间，他又陷入了沉睡。对了，为师最近学会做梨花酥了，燕之，你要尝尝吗？自从尝过游记的手艺，我的回答就显得很无力了。好的吧。今晚都过来，我多做一些。我们坐在师尊小院中，只能开小灶。梨花酥看着很好吃，但仙境门弟子才知道，师尊做的寡淡无味。三师妹这次有准备，带了调料。你们要什么味道的蘸料？甜的、咸的、辣的。师尊呢？这样就很好。三师妹很快被院中发光的蝴蝶吸引，飞快的把蘸料倒进小碗中，就跑去追蝴蝶了。这是师尊的独门绝技，可以照亮，也可以用来追踪逃学的我。我拜入师门的50年，40多年都在外面刷名次。师门有事，师尊每次都用追踪灵蝶催我回去。师尊，我要学这个。恢复了一点。不准学，要是你会了，就没人能找到你了。师姐，你喜欢鱼吗？都别吃了，有毒啊！
师妹，你给我们下驱妖粉做什么？啊，驱妖粉？我在你房间里找到的，闻着很香，还以为是什么香辛料呢。又乱翻我东西了！什么叫乱翻？门敞着我就进去看了看。20弟，你又回翻了，出入小区20弟。为师去丹药房一趟，你们把这里收拾干净。尤记有点不对劲，我第一次见到他化形。很快，尤记清醒过来了，他抬头看我，一双蓝色的眼睛无比清澈。师姐，我不想被人瞧见这么丑陋的一面。或许是人与半妖的审美不同，我觉得他这样挺美的，但我选择尊重他的审美。去哪儿？把我放进后山的碧池之中。碧池是天然形成的寒潭，冷彻入骨，是用来治伤的。又在师尊的山峰，有人来回专门请示师尊。借你掌心温度暖我3分痴妄，我偏要乱着红尘。尤记沉入水中，又开始沉睡了。第二日一早，师尊失踪的消息传来，按照出现的顺序，下一个不应该是妖帝吗？主要是坏人太多了，其他都不记得了。终于，师尊失踪的4天。望仙君被自己子出卖的感觉不错吧？他呀，可是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他早已不是本尊的徒弟。师尊还有力气说话，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天天逼他炼体。望仙君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是迷人啊！望仙君，这是来救你的人，还是说接下来的事，望仙君喜欢被人看着？你是怎么死的？妖帝大人，你怎么还不如魔尊扛疼啊？你是何人？在下是望仙君的大弟子兼天下第1剑仙和天下第2美女燕之。你不知道也正常，不过很快你会深深的记住我的名字。燕之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他在问什么。坏人的想法我们又怎么会知道？要是我一直都是这样，又该如何？不会的。燕之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心灵感应。你会一直在吗？会的。我似乎一直在拖累你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尊，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。什么？为师无父无母，也没有养过孩子，但今后我会尝试做一个好父亲。师尊回去后，身体出现了异样，布满伤痕的皮肤一夜之间变得如新生儿般细腻。我看到这一幕，猛地瞪大眼睛，想起来一点模糊的剧情。师尊显然也想到了什么。为师累了，你们出去吧。本尊说出去，都出去！师尊或许是心情不太好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了，师妹，我们不要打扰师尊休息了。我守在门外，忍不住叹气。燕之，师尊，我在。可是很快，他被痛苦吞噬，房间里只有压抑的呼吸声。我知道解药是什么。你怎么知道？师姐忘了，我是半妖，鼻子要比人灵敏许多。这药叫和合饮，原本是给御兽宗里面的灵兽下载用的。解药在哪里？天山之上，含须草。你帮我守一下，我去就回。师姐，你去没用。含须草需要用特殊的方式灌溉，才会从冰川里长出来。什么特殊方式？我去取，你守着师尊。和合饮分阴阳，下药之人就是阳，他会感知到师尊的味道。我知道了，游记，你的身体。师姐在关心我。天山处处都是妖兽，你千万要小心，不要逞能。实在不行就回来，等我再想办法。有师姐这句话，我一定会四肢健全的回来。师尊又有危险了！我之前那个小师弟真是阴魂不散。孽徒！这
都是你自找的。望仙君，瞧瞧你现在这修为尽失的废人模样，若是被你的大弟子瞧见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给你……你又给我吃啥了？胭脂，又是你坏我好事！啊！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清理门户。胭脂，总有一日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哦，胭脂，你放了我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不知道吧？我不听。小师弟大臂特臂了。我已经把含血草炼成丹药，你喂给师尊就好了。游记，不碍事。和合有个解药，需要含血草和鲛人的血肉，含血草又需要鲛人的鲜血浇灌才能长大。师姐，你们待我极好，这是报答。你会死吗？会。游记，骗你的，只是想让师姐心疼心疼我。游记，对不起，游记，对不起。是我心甘情愿，师姐不必自责。我喜欢师姐，喜欢师尊，喜欢二师兄和三师姐。我会好好养着你的，等你下次变过来，和我们团聚。游记，你有听到吗？师姐，我好困。睡吧，师姐在。游记变回原形，蓝色的鲛人血迹斑斑。师尊服了药，身体已经恢复正常，又引来后山的寒潭水，将游记养在里面。游记变回了鲛人，什么都记不得了，在水中惬意的游来游去，没有玛丽的维持，他变得很喜。游记，过来。大师姐，师尊醒了。小师弟，你看起来好好吃啊。泥土和长烟都没能留你。做了一个很长、很真实的噩梦，梦都是假的。如果都是真的呢？师尊梦到了什么？梦到了一切，你并非无所不能。难不成是师尊梦到了原本的剧情？果然如此。都过去了。胭脂，过不去的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难道庇护苍生也有错吗？为何偏偏要如此折辱？为何要让我法力尽失，成为一个废人？我连自保的能力也没有，活着又有何意？师尊，我会保护你。若你哪天不在了，我又该如何？先途漫漫，胭脂我害怕。我会在，1000年、10000年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一直在，直到师尊重新成为剑仙。剑仙都是剑修，可剑修不一定能成为剑仙。可我不能如此自私，将你困在身边。胭脂，你有自己的生活，总有一日你要离开。我已经找不回道心了，注定要留在原地。这次谈话后，师尊又失踪了，我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，这次可能不是剧情在转动。胭脂，你来了。掌门找弟子何事？胭脂，不必寻找你师尊了。掌门知道师尊在哪里？你是你师尊收的第一个弟子，也是天赋比他高的弟子。他时常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要怎样教你才好。你师尊很为你骄傲，他曾自豪地对我说：“后生可畏。”若是胭脂你早出生100年，天下第一剑仙的位置就该是你的了。掌门是在告知弟子师尊的临别遗言吗？这何尝不是一个好的结果？我知你看似淡然，实则重情重义，无法接受。只是师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，无法改变。修行之路原本就是不断聚散离合，放下吧。我放不下，我要去找师尊。我想你师尊最后会见你的。我回到了师尊的芳华殿，一等就是半月。梨花已谢，树上长出碧绿的枝芽。不小心惊扰了眼下风里。这一刻，我忽然释然了。师尊洗劫，即便落入尘埃，也从未放任自流。胭脂，过来。这里清静，无人知晓。为师尚且，还是弟子时常来这里练剑。怎么无人知晓？分明天知地知，你知胭脂。不必收敛为师的尸身，就让余下分时
这也算是我为这世间能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你的师弟师妹已经长大，原本应该无拘无束，自在逍遥，是为师起了贪念，才将你束缚住。如今你自由了，徒儿不觉得束缚。还有邮寄一事，终是为师的错。我殿中若有什么有用的东西，你尽管给他。师尊不必担心，徒儿会处理好。胭脂，我欠你许多。师徒之间不就是互相宽欠？除了芳华殿，我再也没有什么能留给你的。怎么没有？师尊的天下第一美人的名号可是我的了。睡吧，师姐。我会找到你的转世。若下一世的你还想修仙，我会护你100年，就如同他庇护我的50年。18年后，我在人间游历，恰好遇到万剑宗在招生。剑师叔，你今年会来吗？3师妹回家族继承家业了，2师弟永远在闭关。游记剑门大开时，我把他送回了海中。芳华殿一点都不热闹，才不回去。一连跟了少年几天，终于弄清了他的情况。豪赌的爸，早死的妈，数不清的债务，破碎的他，修仙版。撒啦啦。冷漠的少年哦，你掉的是这支金毛笔，还是这支银毛笔，还是这支普通的毛笔呢？真是个诚实的孩子呢。作为奖励，我会满足你一个愿望。少年，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希望你不要打扰我。驳回。少年可有寻仙问道的打算？我今年已经18岁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后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双眼睛的。打赢我，一切好说。当真？自然。这世上还没人能打赢我，输了实属正常。不过你很有天赋，可愿拜我为师？你能教我什么呢？剑。少年，当你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，心中有剑，手中无剑胜有剑。剑人。可以这么说，但我不建议。师尊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母，今后我就是你娘了。修行之路上，我们母子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洛云仙。这个仙字不好，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，为师要给你改个名字，不如你就叫甄嬛吧。傻孩子，为师逗你玩呢。你的名字很好，注定会飞升成仙。敢问师尊名讳？不急，当你踏入修仙界，每一天都能听到为师的名字。回到芳华殿，我把闭关的2师弟叫了出来，然后把洛云仙扔给了他。那时我正在到处给月光拉票，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修仙界的审美。师尊，弟子有一事不明。不明白找老师啊？找为师做什么？徒儿人有3急，为师先去1急。师尊，除了你收弟子为徒那日2次不急，后来总是在急，你到底在急什么？我被迫回到芳华殿当老师。师尊，为何师叔的佩剑总会无端飞到弟子手中？这东西灵性过头了。你师叔知道这件事吗？没事儿，他不问你不说，他一问你就惊讶。大师姐，你看到我的剑了吗？没有。师侄看到。也罢，或许冥冥中自有缘分。我当即给他竖了个大拇指，很好，在剑这方面已经入门了。这就是剑道，不剑怎么得道？原来剑道的剑是剑道的剑。如此又过去了50年，洛云仙已深知剑道精髓，通过我的坚持不懈，我的刘月光也终于冲上榜1，我终于放心闭关了。又过去了50年，我飞升了。